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欢迎来到今天的中文课。最近我有一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学生，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国家的名字，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称它为印尼。我在教一位来自印尼的学生，他是名中学生，也是住校生。住校生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住在学校里面的学生。那你们呢？你们在中学时期也是住校生吗？他告诉我，他已经3个多月没有回家了，一直住在学校里面。除了星期天以外，星期一到星期六，每天5点起床，6点上第1节课。我听完他的学校生活以后，除了惊讶还是惊讶。原来除了中国以外，印尼的教育也是很卷的。卷是流行语，就是整体陷入了一种不健康的竞争关系当中，就是卷。举个例子，在公司里头有很多职员，对吧？我们正常的工作时间是周一到周五，每天工作8个小时，这是我们正常的工作时间。但其中有一位职员，他为了做更多的工作，吸引老板的注意，他自愿留下来加班，做更多的工作。那其他职员看到以后，也跟着他这样做。那这样导致的结果会是什么呢？工作时间更长，每个人都更累，做的工作更多，但是工资、薪水却没有提高，还是拿一样的工资。这个就是卷。工作环境越来越恶劣，待遇也没有提高，还陷入了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当中，这个就是卷。那如果你是公司职员，你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，你不想再做这样的工作了，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说，真想辞职，卷不动了。真想辞职，卷不动了。或者你也可以说，想休息了，不想卷了。想休息了，不想卷了。再举个例子，大家也听说过吗？在韩国，几乎每个孩子放学以后都要去上辅导班、补习班，每个孩子都是这样做。甚至在周末也会被安排满满的学习计划和学习内容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也可以说，韩国的教育实在是太卷了。韩国的教育实在是太卷了。卷这个流行语可以这样用，大家学会了吗？相比于欧美国家来说，亚洲国家的教育真的是太卷了。听完我那位印尼学生说的话以后，我也想起了我的中学生活。我的中学是一所很严格的学校，有着各种各样奇葩的规定。那些规定在外国人看来觉得很奇怪，很难接受，但对于中国学生来说，已经习以为常了。那今天我就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从初中开始，我就是一名住校生。在学校，除了有教学楼，我们还会有学生宿舍楼，学生就是住在那里。我们也会有宿管阿姨，就是管理宿舍的阿姨，他们每天会检查我们的卫生。我们住在学校里面，1个星期才能回家1次，星期六下午回家，星期天晚上7点之前就要回来。
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的独立性也就慢慢培养起来了。学校里有很多规矩，很多奇葩的规矩。规矩就是你必须遵守的事情。在学校，你要遵守你学校的规矩，也就是校规，你要遵守校规。在公司，你也要遵守公司的规矩。在一个家庭，你也要遵守那个家庭的规矩，就是家规。中国有这样的一句话：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就是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法律，每个家庭也有每个家庭的规矩，我们都要去遵守。遵守法律，遵守规矩，这个是常见的搭配。比方说，我们不能带手机或者是任何的电子产品去学校。在中国，一般是不允许带电子产品去学校的，因为他们会认为电子产品会分散你的注意力，让你把所有的精神都放在电子产品上，你就没有精力再去学习。所以在中国，学生一般是禁止带电子产品去学校的。当然，也会有学生违反规定，他们不遵守规定，他们违反规定，偷偷的把电子产品带到学校去，这样的学生当然也有，只要不被抓到就没问题。但是，一旦被发现，后果就会很严重。对于这个规定，我尚且还可以理解，因为电子产品确实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，让我们不集中。那我们学习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专心，需要集中。那不带电子产品去学校，不在课堂上使用电子产品，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我们学校还有另一项奇葩的规定，就是对于头发的规定。在我的中学，女生如果头发够长，能够绑起来的话，当然你也可以绑起来，但是对于那些头发不长不短，绑不起来的女生，学校规定通通要剪成短发。剪成短发也没问题，但是附带的一些要求就非常的奇葩。比方说，这个是刘海，短发的标准就是你的刘海不能超过你的眉毛，刘海不能超过眉毛，然后耳朵这两旁的头发不能盖住你的耳朵，你的耳朵必须得露出来，这样子，不能盖住你的耳朵。还有后面的头发不能碰到衣领。这些对头发的规定是不是特别奇葩，特别很难让人接受？但是没办法，在学校里面，学生必须得要遵守这样的规定，否则你不能来学校，或者学校会请你父母过来。每个月都会有老师来班级检查你的头发，要是不合格的话，你要扣分，还要重新再去剪一次，直到合格为止。中学正是爱美的年纪，但是由于这项规定，我到现在还不敢看我中学时期的照片，真的是黑历史呀。还有另一项比较奇葩的规定呢，就是关于睡午觉这个规定。大家应该也都知道，中国人是特别喜欢睡午觉的，这个几乎是每个中国人的习惯，很多中国人都会有午睡这个习惯。现在想起来，我的午睡习惯大概也是在中学那时候培养的。我们的中学也是有规定的午睡时间，大概从下午的1点到2点是我们午睡的时间。午睡时间到了，铃声响起了，午睡的铃声响起了，不管你在做什么，你都必须得停下你手中的事情，回到床上睡觉。
你一定得要躺着，你不能坐着，你得要躺在床上，什么都不能做，不能看书，不能做作业，不能做别的事情，你只能闭上你的眼睛，不管你睡不睡得着，你都得要闭上你的眼睛。大概从那个时候，我就慢慢养成了午睡这个习惯，一直到现在，这个午睡的习惯陪伴了我的中学时期，还有大学时期，甚至现在我已经工作了，我还会有这个午睡的习惯。哪怕是20分钟、30分钟，无论如何，我中午肯定得要睡一觉。不睡的话，我下午和晚上就会很难熬，很难度过这个时间，因为太困了，一直想打瞌睡。所以午睡对我来说特别的重要。就算我去了旅游，中午我还是得要休息一下的。这个就是习惯的力量。当然，在我的学校还有其他大大小小严格的规定，比方说宿舍不干净要扣分，起来没叠被子要扣分，鞋子没有放成一排要扣分，柜子没有锁要扣分，就连漱口杯要是你也没放好的话也要扣分。所以我中学的规定是非常严格的，也是有点奇怪的。这就是我的中学生活，你觉得我中学的规定严格吗？那你们呢？你们的中学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？有没有一些奇怪的规定？有的话留言告诉我，跟我分享一下你们的中学生活。那这节课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，感谢您的观看，再见。